蓝忘机睁开眼眸，定定地看向眼前鲜活的少年郎，抿了抿唇道：“这些污蔑之言，我听了许多，每听一句，我都仔细回想起你的一言一行，每一次我都心疼。每每回想起后，便更觉他的魏婴无错。家中长辈向来夸赞他心中自有一把标尺，待人待事大多公平公正。自魏婴修轨道后，他时不时便能听到有人对他所珍惜的少年出言造谣。他也解释过，可非我同道，其心必异，那群人已无可救药。他们也忘了到底何为同道。不夜天，为了魏婴打伤了家中的长辈，他有错，但无悔。他错在对家中长辈，还是向来待他亲厚的长辈出手。无悔在他并不认为魏婴有罪，他自认了解他心中的少年郎，他只是不懂，为何明明是仙门百家步步紧逼，突然就变成了都是魏婴的错，仿佛全天下的恶事皆是魏婴一人所为。后来他想明白了，原来魏立字，人人皆可为恶鬼，家中的保护让他过分天真，也正是这份天真，让他不能及时护着他心爱之人。幸好他的少年回来了，他现在没什么可害怕的了，他只怕这一切皆是一场梦，重逢游历相约千年，皆是一场梦境，皆是一场空。梦醒后，止于那冰凉的无可触及的记忆。蓝忘机的话沉重非凡，魏无羡坐直了身子，脸上笑意不在。他不由得想起了蓝湛背后的界边痕，想起泽无君与他说过的那界边痕的由来，他的心就揪疼揪疼的。蓝湛，全世界也就只有你最心疼我了。魏无羡伸手握住了蓝忘机的手，心疼不已。所以，好蓝湛，你也心疼3岁的羡羡，不要露出这样难过的模样了。那你一定要爱惜自己。蓝忘机柔和了下来，方才那沉重的气息收敛了起来，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爆发又是何时。魏无羡忙不迭的点头，就差举起4指对天发誓了。我先前并不知世上还有一个你值得我好好的活着，现在有你啊，我又怎会舍得不爱惜自己呢？蓝忘机点了点头，继而又说到起旁的事来。魏婴，兄长传信，金家操办的清谈会不日将在金陵台进行，你可要讨个公道。那金子勋已被暗中救下了，当年穷奇道一事，总归要还你一个清白的。那不若把薛洋一道抓了去。魏无羡嗅了嗅杯中的酒香，欢欢喜喜地开始把一坛酒都打开来，猛吸一口，满足地靠在蓝忘机肩上，转而就把那薛洋的恶事道与蓝忘机听。我突然想起，千年后史书记载，常氏一案是一个名为薛洋的人所为。那薛洋可是金家的客卿，据说他帮金家练活尸。金家？蓝忘机眯起了眼眸，细看还能瞧出几分愤怒。走吧，这酒好是好，可是正事要紧。魏无羡很自然地从蓝忘机怀里掏出钱袋子就要给钱，还很是挪余地看了看面不改色的韩光君。前些日子他们在别的地方游玩除岁，巧了遇上了当年的旧识绵绵姑娘，巧了那姑娘的钱袋子和这个一模一样，当场他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可惜今日的韩光君有所长进了，不像那日那般情绪外露了，吃醋的小仙君竟然就这样被藏得严严实实了。可惜，实在可惜了。世上之事就是这般巧，小星辰和宋子琛前脚查出常氏惨案哪一个名为薛洋的少年所为，历经一番波折终于带到了人，后脚魏无羡和蓝忘机也赶到了。失职，你也来查常氏一案？小星辰利索地把人捆了个严实，顺手把人嘴堵上了。这个该叙旧的时刻就无需外人插话了吧？魏无羡点头，好奇地凑上前瞧了一眼史书上记载着犯下累累恶行的人，对上那双几乎是饿狼般的眼眸，挑了挑眉，还挺凶。不过小流氓落到别人手上还这样，可不行。说完这话，魏无羡也就不再关注这人了。他心生好奇，无非就是听说这人竟能复原他那阴虎符罢了，是个人才。可惜他从他那双眼睛里只看到了满满的恶意。小师叔是要把这人送到金陵台问罪吗？听闻这人是金家的客卿，自是该去金陵台一番的。这人据说可以修复阴虎符，以金光善那个老狐狸的野心来说，定会包庇。魏无羡摸了摸下巴，十分笃定。
无论如何，总归要给常氏一个答复。小星辰可不管金家的态度，他只要薛洋伏法，证据确凿，那金家该如何包庇？不若小师叔听我的，先去请清河聂氏的赤峰尊。赤峰尊为人正直，颇具威名，对于薛洋之流，他定站在小师叔你这边的。魏无羡深知若无强盛背景，管你是不是颇负盛名的名士，他金光善多的是法子保人，甚至陷小师叔于不义当中。他知他这小师叔的本事必然不俗，但若请出赤峰尊，才保险一些。千年后并无这一段历史的具体介绍，他也并无精研玄正历史的爱好，这不，关键时候只得自己想法子了。小星辰思索片刻，偏过头询问似的看了看一旁默不作声的宋子琛，见他点头，也点了点头。好，听师侄的，我们这就去。